嗨，大家好，我们是蓝孩子，我是蓝，我是 Z。好，上一集我们已经讲了进来大学前会遇到的种种问题，还没看的赶快去看哦，赶快看哦。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分享进大学之后遇到的事情。其实刚进来的时候会有一个憧憬啊，我终于要看你拍片了。但事实上呢，没有，大一都在上理论课。啊，我们分了3个阶段，刚开学、期中还有期末。那我们讲一下我们刚开学会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选课，选课就是一个地狱的开始。悲惨啊，悲惨！你要先选好、看好，然后什么时候可以抢。对，结果选完的第一阶段啊，我学分怎么那么少，连基本门槛都不到？因为我们大一的必修就是比较少，就什么广电概论啊，然后大家都有国文、英文啊，体育课，就这样没了。其实会开放其他时间去抢课啦，但不一定抢得到。对，而且我们大一的选修呢也都是很少，老师开的人数也很少，因为是属于那种表演课啊、肢体运动课。如果大班的话，就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是抢。只说你大妈的权利去抢，抢不到就没了。对，抢不到你真的等下学期了。对，那因为你抢不到课，你的课少，所以你就有很多空闲的时间。那我这时候要干嘛？那刚开学的时候没什么朋友，真的没有朋友，你就只能跟几个认识的3、5好友坐在学校的凉亭，然后就这样度过整天，超级像老人的生活，就荒废了一整天。所以这时候你要想你自己要干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学费出名的有贵，进来就不要浪费钱，你能选到什么课就赶快去选，你能参加什么活动，有什么资源就赶快去利用，你要好好利用你的钱。学费很贵，而且你无所事事，你就会觉得这个礼拜怎么过那么快。毕竟大学就不像高中一样，每天都有国文课啊、英文课这种固定的课表，它的一堂课是1个礼拜才1次，就有点像补习班那样，所以变成说你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就要自己去利用或去探索课外的资源，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下一个听说是大学生最常问的问题第1名，就是每天都会问今天要吃什么？对，这个真的是非常生活上的例子，就是我们早上可能10点多11点吧，我们就会问说，那午餐吃什么？对。然后午餐吃完的时候就会问说，晚餐吃什么？对。每天就在午餐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宵夜吃什么，等下吃什么，永远都是吃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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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当如果你的学校是一个美食沙漠的时候。哇天哪，你真的不知道要吃什么，每天吃的就是那几样。你没有课，你也可以去探索要吃什么，就是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者这一区有什么好吃的，反正就是不要把时间空下来啊。那再来就是上大学你要怎么交朋友呢？就是主动啦。其实大学其实人都不坏，人都是友善的，只要你主动去跟他搭话。假如说我一开始跟他不熟，就说，那个不好意思，我可以跟你聊天吗？哦，可以啊，可以啊。那你有认识的朋友吗？哦，也没有很多那我们要不要当朋友啊？好啊。那要不要交换 IG 啊？好。还有来，然后我就变朋友了。对啊，就是这样，就是大家都是这样，然后就会变一大群。对，然后一个牵一个，一个牵一个。然后我一开始在班上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一群，就是慢慢开始你会知道，他们这一群是不是适合我的，他们那一群是不是跟我有就是 match 这样。因为你不用在意说什么我是不是什么八面玲珑，或是太常交际什么之类的，因为朋友就是这样来的，人脉就是这样自己建立的。而且我们广电系也很重人脉。对，其实你只要讲第一句话，然后说，可不可以交换 IG 跟 Line， 这个就会开启你的所有的连结。不用太担心太多，除非你个性真的有够讨人厌。可是这种人通常也不会知道自己讨人厌啊，对。你跟别人多相处就知道了。下一个是直属，抽直属。刚开学的时候好像会抽直属吧？不是有开学典礼吗？开学典礼完就有学长姐会带你，然后抽直属什么之类的。有直属的好处就是，如果直属要出击去拍片，他们人手不够的话，会找你，这样你就可以提早累积经验，然后可以摸到器材比较认识啊。然后直属还会给一个东西叫欧趴糖。期末、期中的时候，祝你考试欧趴，然后有问题就可以问他，也可以问他有没有书啊，就是之前可能考试的书什么的，大一的书就可以给你，就有一个传承。而且里面还有免费的笔记。对，所以就是如果版本没有更新，那一本就是很经典的武功秘籍之类的，葵花宝典。所以有直属其实也很好。对，没直属其实也不差啦，就是你不用去 care 说，直属密我了，怎么办呢？要叫我怎么回？对，要怎么回？
对啊，好，讲到欧趴糖，就代表有期中出现了吧？期中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呢？就是你已经习惯了无所事事的生活，但是到期中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要开始读书了，突然又上回轨道的就有一个重心，你就觉得我有一个目标了。考试的话，像我们学校就是还蛮不一样的，像因为我们是广电系，所以我遇到的蛮多考试都是要拍影片去完成的。就是有点分组报告的感觉。这时候你就会知道哪些人讨厌，你就知道哪些人以后可以选当组员，以后谁不可以当组员，再也不要跟他一组了，这什么都不来，雷队友。对，超雷，你就会知道哪些是真的可以交的，哪些不交的朋友。而且不一定每堂课都有期中，你要看老师，就是看你选课的运气啦。因为像我就是非常幸运的，期中只需要考1堂试，所以我那一周我就是很闲，不知道要干嘛。我就是每一堂都在考，对，考，我连表演课都要考。我会问他们说，你们答案还有考试吗？说有，我说这样那我先回家了。哇，超扯的啦！都没什么考试，就是你会很松。然后考完之后，其实你又回到没有事情做，就是反正考完之后，你又开始上课，就这时候就会开始学长要带你出击什么之类的。对，或是活动啊，或者跟同学说，走啊，我们去夜唱，我们去哪里玩？对，就是大家都开始熟，你就可以做更多的活动。对，有一种很像度假的感觉，我觉得还蛮 free， 就是你渐渐知道你到底想要做什么，然后你会自己去找事做。就是你有一个自己的生活习惯开始慢慢建立。对，有点像真的在过人生的感觉，然后就这样浑浑噩噩嘛，就是又这样上课，活动，又到了期末了。期末就是现在的日子啊，那大家都是忙得要死，对，忙得不可开交，每天都是想要回家睡觉。我真的觉得期末能睡觉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很幸福的事情我上礼拜一天就报告了4个报告，4个报告，然后隔天又有2个报告。哇，期末真的是一个报告很多，然后又会遇到分组，又会遇到说这个人怎么都没有帮忙，然后快气死了。对，然后也会有那些组员，就是大家好像都感觉没在做，然后就赶到前一天才要做，对，硬要，真的是。对，真的哪会拖到前一天，然后熬夜做。建议大家就是平常还是要做事啦。对，是时间管理。报告完就是考试，就是你要念书了，好吗？对，然后到1项末的话，就开始会有像上集提到的小家影展的话，大家都会忙着开会，所以你可以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就更少了。然后我们学校有一个就是很经典的传统，就是传播技能展。那时候就会有人选择要去跳啦啦队啊，或是专心在拍传记照。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压力山大，非常真的超忙。你就是希望我可以今天晚上一睡，就眼睛再也不要张开来了。我真的觉得很累，对，很想逃离世俗的尘嚣，大家都走开。你就会忙到就是上课不小心这样睡，就上课睡着，然后睡着了，中间老师没有下课我都不知道。对，你是不自觉的睡着对，我就是听人家报告听，然后睡着了。累到我出去跟大家吃晚餐，我吃完我直接坐在椅子上睡着，真的是超累然后我最近就想说，还是我去冬眠好了。在我体育课前的时候，我就坐在地上。然后我就睡着了。对，你会累到马上我就睡着了。秒睡的地方。对，这是大学蛮有趣的经验啦。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我是过得还蛮开心的。我是一开始就是也不知道干嘛，但是到中间后来就是慢慢有生活目标，有重心，就是过得还不错。因为这是我喜欢的科系，所以我觉得不管怎样，我觉得蛮值得的。而且既然是你自己选择的话，你就要选择承担这个后果。爱你所选，选你所爱。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分享的大一上生活心得啦，希望有帮助到大家。好，那就是拜，再见，再给阿妞打点招奶料。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小铃铛要不要开？随便你。